比特币在减半后会暴跌吗？减半后会出现什么交易机会？如果你对这些问题感兴趣，请随我看下去。我们可以看到呢，现在距离比特币第4次减半只剩下最后17天了。各位朋友们，每次比特币减半呢，随后比特币都会引来非常大的牛市。那我们即将在17天后，我们就要迎来比特币的减半，而且呢，减半都是每4年才有一次的。如果你错过了这一次，那么你要再等待4年才会有机会有比特币的牛市。那么我们接下来呢，在17天之后减半会不会暴跌，以及有什么交易机会呢？好，我们直接先给结论。我认为呢，我们在减半过后呢，会有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买入时机点。为什么呢？我们是怎么判断的？首先，我们先打开一下比特币在周线上的历史图表，然后呢，我们再搭配一个指标叫做 Hash Ribbon， 这个非常特别，它并不是技术指标，它是数据指标。其实数据指标呢，在我来看呢，会比技术指标要来的更有参考价值，因为它更客观，而且它其实很全面。那技术指标的话呢，它都面向比较单一啊。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这个指标它计算的是什么呢？它是根据哈希。什么是哈希呢？如果说有很多人在挖矿，那么哈希就会很高，它也就是一个研究挖矿的数据。但你可以发现我们有2条线，对不对？这条绿色的线呢，它表示的就是我们当前的哈希的变化。那灰色的线，它就表示是一段时间哈希的平均值，也就是均线类似这种均线的概念。那我们可以观察到呢，其实当这个指标它一旦出现了交叉过后，呢，它就会闪现这个 buy 的信号，也就是值得买入现货的时机点。而且我们可以用这个指标呢，稍微做复盘，基本上它完美的，各位朋友们，完美的抓住了比特币在每轮牛市呢从底部买入的机会。基本上你只要投资现货的话，你看着这个指标，你的准确率，我相信绝对可以打败市场上面。我们就不说绝大多数的人了，我们就说绝对可以让你自己非常非常的满意。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它的战绩，你可以发现呢，在这轮牛市它可以指示着我们，包括从当时在2万左右的位置就买入比特币现货，那再来加仓的位置呢，它指示大约是在2万5的位置。那如果你在这2个位置买了比特币的话，其实你绝对比市场上绝大多数的人的均价要来得更好。那其实我认为呢，我们在接下来减半之后呢，我们也会出现一次买入的信号。那为什么？我们是怎么判断的？那首先呢，我们先必须说，我们这次减半呢，大约会落在2024年的4月20号，有可能相差一点，但不会相差到太多，了不起就是1-2天因为我们已经剩的时间非常非常少了。那你可以再观察一下其实我们呢，基本上每一次减半的时候呢，它都会在未来的不久呢，在未来的可能这个几十天之内呢，都会出现一个买入的信号。那其实这个也非常好理解我们先来看一下而且呢，当这个信号出现的时候，我认为这会是我们这轮牛市呢最后，各位朋友们，最后一次买入的机会，最后一次。如果你错过了这一次，那我们这轮牛市将不再有好的现货入场的点位，将不再出现。你可以发现，我们基本上每一次减半之后呢，白色线就是减半。那减半之后呢，我们都会出现 buy 的信号。那为什么会这样？这个是我们等一下要详细做解释的，你可以看一下然后呢，还有这里而且出现过后呢，基本上就是最后一次了，就是最后一次，这轮牛市的最后一次了。你可以看到，基本上每一次都是这样子的包括呢，我们从最前面开始复盘，我们从当时呢2012年的减半你可以发现减半过后呢，我们就出现了这个 buy 的信号。那出现了 buy 的信号呢，它也是这轮牛市的最后一次了。我们直到到了2013年见顶呢，都没有再出现过 buy 的信号了。那确实它这3个点呢，你可以观察一下基本上出现的时机点它真的就是底部真的就是底部，相对应的底部。如果你在这几个位置加仓或者说抄底呢，绝对会有非常非常丰厚的回报你看这几个地方，它真的就是底部它出现买入信号的时候，真的就是底部。然后我们当时呢，在2016年的7月11号减半的时候呢，也隔不久，我们就出现了一个 buy 的信号。那没错，我们到这里出现了 buy 的信号过后呢，我们这轮牛市呢，再也没有出现过了再也没有出现过了。至少这个指标再也没有出现过了。我也认为我们在减半过后，我们这轮牛市不会再有好的买入点。那当时我们在上轮牛市的时候，你看到
它完美的就在底部闪现了买入的信号，然后我们当时呢在1万以下的位置疯狂的闪现了买入信号，在这几个地方买入都非常好，然后我们在减半过后呢，我们又出现一次，随即又出现了一次，所以你可以发现我们过去3轮牛市呢，只要一减半就会有买入的信号，然后我们最后一次呢也是在1万左右，这个也是没问题。那后面呢再也不曾出现了，那再出现的话，其实中间就有大的回调了，对吧？有大的回调，那这个就也不算是也不算是底部了啦，它只能算是一个中继的箱体底部。那我们这轮牛市呢，前面已经出现过2次了，你有没有好好把握住这2次呢？如果没有，如果有非常好，那这会是一次加仓机会。如果你前面都没有把握，这会是你最后一次机会，这轮牛市的最后一次机会。我们认为呢，接下来 Hash Ribbon 它会在此处呢产生一个死叉，也就是快线呢向下交叉慢线，并在不久之后重新快线交叉慢线，并且呢出现买入的信号。为什么呢？那我们就必须说到为什么每次减半都会有买入的信号出现。其实原因非常简单，因为减半呢，当然对于我们来说是好事，对不对？但对于矿工来说不一定是好事因为当比特币的产量减半，等于变相他们的成本提高了，他们要产出一颗比特币的成本的算力呢就要是2倍也就是原本你原本的算力，你原本的矿机，你要花2倍的成本，你要购买2倍的矿机达成2倍的算力，你才能挖出一样数额的比特币。那如果说比特币它没有在短期之内快速的上涨的话，当然会在后续上涨，但是它如果没有在短期之内快速的上涨的话，那么这些矿工呢，他们很快成本就会高于他们的获利，成本就会高于他们的卖价，因为比特币它的价值呢没有快速的往上涨，但他们的成本快速的提高，直接减半之后就瞬间是2倍了。那当他们发现他们的成本过高的时候，他们只能选择把这些矿机给关机，毕竟他们挖出来的比特币没办法覆盖他们的电力费用，所以他们就只能把这些矿机关机，把矿机关机，或者是把矿机呢直接当成2手矿机去兜售了。那这2个情况呢，都会使得算力的下降，也就是这个哈希值算力的下降。那下降过后呢，就会产生死叉就像我们前面一样出现买入信号之前，一定会产生死叉的。那还有一种更不好的情况就是如果说你真的把这些矿工的企业，或者是这些零散的矿工给逼急了，那么他们就会把他们所囤到的、挖到的比特币到市场上进行抛售，来换取现金的流动性。那如果说这些抛售的比特币对市场造成一定的卖压之下，那比特币就会下跌了。那你要想想看它有可能就会陷入一个小型的短暂的恶性循环，也就是矿工由于成本提升，他把矿机关机，算力下降，然后兜售矿机，然后并且呢把比特币卖掉，让比特币价格继续下降。那比特币价格继续下降呢，他们的算力呢，他们的成本又会过高，又会再继续进入一样的循环。那有可能就会导致比特币进行短期的下跌。这是我们当然对于我们2级市场持有比特币、做多比特币的人来说不想看到，但是呢，我们在短期内确实有可能有这样的波动。但各位朋友们我们真的不用过度的惊慌。如果说你现在有一批现金，或者说你还能筹到一批现金的话，其实就像我认为这会是我们牛市最后一次的加仓机会，最后一次的机会。我们很快就会出现这个机会了。那到时候就要看各位有没有好好把握。那当然，我们现在呢，对于比特币还是长期非常非常看好的。我们看好这轮牛市，我们看好比特币呢，在这轮牛市可以创造出非常不可思议的涨幅。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呢，依然坚定的持有我们这2张多单。你可以发现，我们自从$44,900呢，我们就开了这张多单，并且一直持有到现在$65,000，掌握了2万美金的涨幅。你可以发现呢，我们以太坊，我们从$2,000就开仓，一直拿到现在$3,000多。那收益的部分呢，确实我们因为比特币短期的下跌，我们的利润急速的缩水，
不过我们现在呢，依然掌握着将近700万台币的收益。那么如果你也对交易感兴趣，你也觉得这个利润不错的话，那么非常欢迎你可以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。现在只要 KYC 入金$100就送你$30的现金哦，就是可以提币的。OKX 你只要 KYC 入金$50就送你$50的体验金，已经来到1:1了。我认为这两个活动都是非常非常优惠的。好，那距离我们这个机会呢，还剩下17天，我们还有一点点的准备时间。但各位朋友们，这会是我们最后一次机会，还能不能买现货，还能不能囤现货，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了。再错过，我们就要再等4年了。对，没错，再错过我们就要再等4年。4年呐，谁也等不起。好，各位朋友们，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，非常欢迎你可以帮我们点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。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，拜拜。